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六祖坛经的进度。上次我们读到就是六祖慧能跟五祖弘忍见面了，他们约定呢半夜3更的时候到祖师室。那五祖弘忍用袈裟呢将整个房间围起来准备要传法给六祖慧能了。我们上次就读到这边那我们今天继续那五祖弘忍呢是怎么样子传法给六祖慧能的呢？首先他已经知道了米首野味，其实他已经知道了六祖慧能已经通过了他的诗句已经过关了嘛，等于是五祖要徒弟们取自性的般若智慧呢，将你的体会，将你对自性智慧的体会，用一首诗句，你将对自性智慧的体会用文字化的方式呢，转换成一首诗句来呈现。那六祖慧能这首诗句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菩提自性的本来面目呢，首先菩提自性。生命的本来面目是没有物质实体的，而所谓的智慧呢，智慧也不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心而且呢，真正的智慧呢，它不像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潜意识一样，会受到环境的熏陶和污染。菩提自性呢，般若智慧呢，不受后天的染着所以才会有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莫人智，就是说佛性平等。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而且人有南北，我们的般若智慧是不二智慧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不像我们的智商啊、头脑啊，或是知识啊有高低之分有善恶之分。所以说，六祖慧能这首诗句，它是告诉我们说，生命的本来面目以及生命的本来面目以及智慧真正的源头。他是这样的状态，他就是将他对自性智慧的体会呢，用这首诗句来呈现出来，而五祖弘忍已经认可了，但是他因为其他大众不明所以，大惊小怪，所以说他不打算让其他人知道他要传法给六祖慧能，所以说他就告诉大家说这首诗句没有见性，但是他私下呢就去见六祖慧能的面告诉他说你准备好了吗？因为传法嘛，继承衣钵，他后续责任重大。其实这些慧能都知道，对慧能而言，他都知道说这个意义不是只是说传法而已，其实他是继承了一个很大的责任他还告诉五祖说呢，我就等老师的指点了，所以才有这边那五祖弘忍呢，他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呢都是五祖弘忍呢，他主要在学习佛法和引导徒弟呢开悟见性的话，主要就是用《金刚经》。当时五祖弘忍弘扬《金刚经》已经很久了。最开始六祖慧能呢之所以会开悟呢，就是因为在客店里，他卖柴嘛，卖柴呢送到客店去之后，无意间听到另外一位客人在诵经。他一听这个慧能不识字，可是他听这个经文的内容，他就对自性智慧有所领悟了。因为《金刚经》的内容本来就是要引导人破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还有法相、非法相，要大家把这个所有的物质还有把这个思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我们的。对我们这个小我，对我们这个个体的形象，还有人我的分别，要破掉。所以说菩提本无树。那法相非法相，指的就是我们的思维心，我们的第六意识心也要破掉。所以这就是明镜亦非台。那当时呢，六祖慧能听到《金刚经》的内容的当下，《金刚经》的内容也是在破除这些东西，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金刚经》内容也在讲这个，再加上我们上次有分享《圆觉经》，也在讲这个，讲说身心都如幻嘛，身体是4大假合嘛，心是6尘缘影，都不是真心，都不是真我那当时呢，
为什么六祖慧能会有这个因缘来到黄梅县东禅寺，就是因为这个客人已经来到五祖这边学习《金刚经》之后，他在客店里就在诵经，被慧能听到，然后慧能就悟到本性了。然后呢，后来很多人赞助他钱，一些人赞助他钱去安顿好家里的母亲之后，他才来到黄梅县东禅寺礼拜五祖的。所以说，当时在传法呢，就是五祖就是使用《金刚经》来度人。后面也会提到他说《金刚经》的功德无量无边，就是说，只要你根基具足的话，透过《金刚经》的引导呢，就能够领悟到自性智慧，领悟到菩提自性和般若智慧的真实面貌，真正的状态，就不会受到我相、人相以及这个法相、知识、文字的障碍，就能够感受到真正生命的本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即使是慧能现在呢进到祖师室当中呢，因为六祖慧能呢就是要让那个五祖弘忍再给他指点一番嘛，所以五祖弘忍呢就从头到尾呢再给他讲了一遍《金刚经》从头到尾这样子讲一下，听他讲《金刚经》。那讲到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段的时候，当下呢慧能就是豁然大悟了。那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我们如果呢去看一下《金刚经》其实就是大概讲到上卷的中间这里，就是讲到这里，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声香味触法生心，要无所住而生其心。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的六尘嘛，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嘴巴尝到的，身体感受到的，还有思维整个汇整的，就是所谓的六尘缘影，也就是呼应到就是法相的部分。明镜亦非台，就是这些意识，这六种讯息呢，最后呢形成我们的感觉，形成我们的知觉和形成我们的情绪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并不是真正智慧的本质。所以说，《金刚经》呢，从一开始一直到这一段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呢，它就是在慢慢的引导我们破除人我相还有法相这样子。我们如果快速浏览了一下的话，其实有机会的话，在大家读《金刚经》呢，我们现在当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简单浏览一下而已啦，就是佛陀到婆罗世尊入舍卫城起时啊，其实这边譬喻的就是入世间，就是菩萨入世间，有了肉体入世间轮回一番。那还至本处，其实它暗喻的就是佛陀出世间就是世间这个旅程结束之后又离开世间。那我们众生呢，都落入在轮回之中，可是呢，佛陀能够了脱生死，就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脱生死。因此呢，须菩提长老就提问了，说很赞叹佛陀说能够入世间、出世间，还能够清净不染所以说他须菩提问佛陀说：“您入世间、出世间的过程当中呢，您是如何能够不被世间这个六尘缘影的诱惑而去迷惑了自己的，就是迷惑了自己的本性？要如何维持在清净的状态？如何不被这些六尘缘影的诱惑呢？还不被这个我相、人相呢？你这个肉体呢的执着呢给障碍了所以才有《金刚经》的发问。”那佛陀就跟须菩提开始说了，那其实呢，他一开始就说了一切众生呢，不管你是卵生、胎生、湿生还是化生，就是各种各样的生命，一切生命，不只是人，就是一切的生命。其实呢，表面上有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众生，但实际上呢，在实相当中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这譬喻的就是说，除了我们以外，人我之分以外，还以及一切众生。其实呢，它这有点在
在比喻说我们整个世界啊，寿者相就是整个世界、整个时空，还有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众生相，我们感觉是有个体的，有很多个个体，有很多个我。可是呢，从生命的本质的角度来看的话，所有一切众生的本质，佛性平等哈。这个东西，现在没办法讲那么细，除非大家把所有的视频我们聊过的内容都回顾，就是整体连贯起来的话，你就知道哈，就是生命的本源是不是这些后天的个体？然后呢，就有点像，就有点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很多的玩家上线到一个伺服器里面玩同一款游戏，那在这个伺服器的游戏里面有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源头呢，不知道该不该讲这个哈。比方说啦，现在不是 AI 很发达吗？如果 AI 的话，它可以同时扮演好多个角色，那好多个角色其实都是 AI 扮演的，所以其实说这些角色的源头其实是相通的。那我们现在不想讲这些哈，就是讲太多了。然后就是说，《金刚经》一开始先讲到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把它破掉，要把它超越掉，不要被这个人我分别给障碍了，以为说生命的本质是这样，不要这样子。然后呢，接着呢，他又开始做法相的部分，六尘缘影呢，也不要落入这个后天第六意识思维之中了。所以说，不住于相，法相跟非法相，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把它超越掉。所以，一个修行人达到菩萨境界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了这些了，超越了一切的法相和这个人我之相。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也是当时神秀写诗句在这个墙壁上的时候，五祖说的话。所以你要悟本性的话，你必须得超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还有法相，才能够做得到。那须菩提就说：真的有众生能够相信吗？能够做得到吗？超越法相、非法相，超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能够去超越这个人我之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空，还有这么多的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然后还有我有我的个体，还有你，还有亲人，还有别人，还有陌生人，要超越这个一切这种形象、这种环境、这一种社会的这种模式，然后去领悟到生命的本来状态。那真的有人会相信这样子的内容吗？佛陀说不要这样说哈。有的众生呢，他根基很深厚，已经在无量佛所身边修行，已经种了很多的善根，很多的福德了，他能够相信《金刚经》的内容，就像六祖慧能，一听《金刚经》没有读过书，一听《金刚经》他就悟本性了。所以说是有的哈，是有人能够相信的。也许未来科技发达的时候，大家就都相信了，因为科技发达到一个程度，也许就证明了生命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超越肉体了。就像现在马斯克也在研究这个脑机界面啊什么的，所以你看他这边就讲啦，要超越我相，这种累世已经在无量佛所身边种诸善根的人呢，他已经超越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句话就是呼应菩提本无树，就是说菩提自性生命的本来面目是没有这些物质形象和人我分别的，就是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就是在讲这个。然后同时呢，你看无复法相，亦无非法相，就是对于这个法，对于这个知识，对于这个概念，不再执着于善恶之分了，不再纠结于这个知识本身了，它是超越这个第六意识思维心的哈。所以说，能够做到这两件事情的人，这一句话就是呼应明镜亦非台，就是真正般若智慧，它不是我们第六意识心的思维，因为我们第六意识心会分别善恶是非对错，所以它就是有法相也有非法相，对的不对的，它就有这个法相与非法相，有这个二元对立。而《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说，要超越
菩提本无树，而且明镜亦非台，都要超越，才能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才能够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你看到他又说啦，如果众生呢执着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话，如果执着于法相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悟本性。对法有所执着，也是因为跟这个我相有所关系，所以终归到底还是因为有我相、人相。一个人如果他对于佛法、对真理的领悟呢，还对这些法、对于善恶有所执着，对于身心有所执着，就像神秀说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还对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还有所执着。所以说，即使是法都不取善恶这样子，一切万法都像度筏一样。当你悟了本性之后，这些法就已经可以放下了。所以其实《金刚经》从头到尾呢，就是在引导大家放下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人我分别，就是菩提本无树；第二个就是明镜亦非台。所以《金刚经》就在讲，也是在讲这件事情，跟六祖慧能的诗句是一样的。你看这边也在讲法相。般若智慧是有所得吗？还是说它只是自性智慧流露出来给我们的呢？它是我们第六意识心有得到知识、有得到领悟吗？就是也是要破这个明镜亦非台。然后这边就说啦，你如果能够超越这些形象的话呢，这个功德是胜过于金银财宝的布施。所以说一切诸佛、一切万法都是自性而生。这样子，然后一切修行的境界呢，其实是没有，那是一个过程。也就像《圆觉经》也有讲嘛，未觉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呢，依照这个我们后天的这种还没有完全清净的心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有凡夫啊，有声闻缘觉啊，有菩萨境界的分别。但是对于佛而言，其实是没有这些分别。所以这些《金刚经》中的引导，就是要引导我们破除形象。你看，破除对于这个净土世界的形象，就是寿者相嘛，也要破掉；对于法相也破掉。所以说，当一切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破除，法相、非法相都破除，最后呢，你就得到了清净心。它这就是呼应了前面所说的“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就是佛陀就告诉你，你破掉所有的形象之后，才能够得到清净心。那当讲到这边的时候呢，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起，无所住而生其心嘛。破除一切的形象，却破除一切的法相。四大假合，六尘缘影，都不是真相。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讲到这边的时候，慧能就豁然大悟了。我这边只是很快的浏览一下《金刚经》，如果讲的不好的地方，大家请多包涵。那我们还是回来的是六祖坛经。所以就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慧能就豁然大悟了，这样子。所以说我主要是带大家看一下《金刚经》，就是说，到底讲到因我所住而生其心，到底是讲了什么内容呢？其实主要就是讲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超越。那这个就是呼应菩提本无树，就不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再来《金刚经》就讲到了，不要有法相，不要有非法相，一切万法都像度筏一样。所以这句话就是那些内容就是呼应明镜亦非台。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说，讲到这边的时候，慧能就豁然大悟了，一切万法都是自性而生，包含般若智慧，包含菩提自性，其实都是自性而生。那至于这个是怎么样子的状态，大家就要自己去领悟了，因为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述的非常精准。因为当我们用言语在表述的时候，就落入了思维心，落入思维心的时候，就又着于法相、非法相，又着于这个肉体人我之分了，又有了高低善恶对错之分了。所以是这样子。好，那后面的内容我们就下一次再读。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了，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